这两天呢，天气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，就是特别的凉，所以这两天都穿上这个长袖的卫衣了。这是夜幕降临的怀仁街头，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这个点儿在大街上溜达了。我们怀仁呢，那几年就是一个小县城，但是这几年改造的已经特别的好了，而且就附近的各个县城来说吧，怀仁现在建设的特别好。当初把房子买在这条繁华的街道，真的很幸运。现在各个县城的人来说吧，有好多都是要到怀仁这边买房子，然后来定居的。所以说呢，身为一个怀仁人，感觉还是特别的骄傲的。给你们抓拍到一个我们怀仁的特产店——糖干炉。我们怀仁呢，就是卖糖干炉的有好多，而且像特别出名的有那个晋喜糖干炉，是特别好吃的，超级好吃。等有机会了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怀仁糖干炉是什么样子的，让你们也看一下。又到了饭点儿，刚好碰见这儿有一个卖菜的。以前我也和这个大叔买过菜，人还不错。多少钱？这不差一点儿，然后人家又给我取了一个黄色的这个西红柿，给我拿过来了，添一下秤。刚才呢，我买完菜，在回家的楼下碰见一个那个，大概有8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，骑着那几年的那个28自行车，然后出来驮了一些菜卖菜的。天也挺黑了，我还说呢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自己出来，再换这个辛苦钱。然后我就2块钱买了一把这个小白菜。大爷呢人特别的好，还说呢，前边的那些菜都有点蔫了。我也不让你们从前边拿，你就从后边给你拿点新鲜的吧。我问他是哪儿的菜，说是都是自己院子里边种的菜，然后绑个绳儿出来2块钱一捆，还挺便宜的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啊，对菜就是没有抗拒力，特别喜欢买菜。田师傅呢这2天也挺忙，哎呀，我每天一到这个做饭这个点儿，真的不知道给他吃点啥，反正我就是给他。每顿都变着花样吧，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，然后多给赚点钱。这是虽然说这个想法吧，说出来以后你们可能觉得我太现实，但是真实情况也就是这样的，没有钱是过不了日子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废话了，我们开始做。因为呢就我们2个人吃，所以呢我就把上半碗白面。然后在面粉里边搁上1勺盐，增加筋性。为了做出来的这个煎饼，有香味儿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再给它加入适量的13香。其实呢，有好多东西大家都是看着特别简单，实则呢，你在这做的时候还是有好多东西你是不知道的。面搅匀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给它少量多次的往里加水。一定不要一次性的加足水，这样你多搅上几次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煎饼才会筋道。虽然说呢只是搅一个面糊，但是这个面糊你要怎么去搅，搅到什么程度，它也会决定着我们那个摊出来的那个煎饼的筋道度。所以说大家好好的一步一步看着我怎么做。就这样多给它搅上一会儿，这个面会非常的筋道。不要怕费事儿，也不要怕费劲儿，多搅上一会儿，做出来的煎饼才好吃。像这样特别筋道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往里加水，继续搅。这会儿的面糊已经搅好了，搅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去做一下试验，你们来看一下。这个面糊的稠稀度呢，一定要是能挂着勺子，这样才可以。如果挂不了勺的话，这个面糊太稀，做出来的煎饼不会特别筋道。面糊搅好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烙煎饼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给饼铛预热，然后在里边刷上一层食用油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勺子舀上1勺这个面糊，先倒入饼铛里边，再来上半勺。
然后用铲子均匀的把面糊铺匀。像这样摊匀了以后，我们把盖儿盖上，然后让它捂上1分钟。家里边如果有那个刮板的话，大家可以用刮板去摊匀那个面糊。趁着做饼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弄一根火腿。剥好的火腿，我们从中间给它一切为2。看一下，现在这个饼已经烙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它打上1颗鸡蛋，用铲子给它抹匀。然后这会儿呢，最重要的是再给它撒上一些黑芝麻。其实相对来说呢，做这个煎饼要特别容易。我们要出去买的话，一个大煎饼加个火腿呀，或者加一袋卫龙呀，也不少花钱了。所以说我们有在外边一张的钱，可能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做好几个煎饼吃，实惠又经济。这会儿呢，这个鸡蛋也煎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给这个饼翻个个，把这面翻到下边，然后我们给它挤上一些这个蒜蓉辣酱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蒜蓉辣酱，所以我就放这个，用铲子给它抹匀了。这个蒜蓉辣酱的味道比较足。抹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再给它里边加上2根火腿，自己在家吃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多放一些东西，然后再放上2片生菜叶子。那些东西全部放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撕上1袋卫龙，因为这个卫龙加到里边真的特别好吃，5毛钱1袋的卫龙，1张煎饼，像这样撒上来。现在呢就可以给它出锅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给它把这个煎饼。这样往回一卷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到这里。好了，一个煎饼卷好了。虽然说这个形儿有点不太好看，但是这个饼是绝对好吃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成功的接好了1张，接下来我要接第2个、第3个，因为米师傅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家停水了，要来我家住，所以说今天这个晚饭呢，我要多做一些，得给他们管饭呀。2张煎饼，放上一些叶子，然后把这个饼卷回来。看我烙的这个煎饼，虽然说这个叠的时候这个形状不是太好，因为太烫手了，就弄成了这个样子。烙了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子，因为我们今天人比较多。看看我今天自己做的这个煎饼。其实摊的要比那个外边的还要好一些，这个皮儿特别的筋道，像我们这个，看满满的料啊，这个都是黑芝麻撒了这么多。我们小区物业跟人家那个水利局的杠上了，水费没跟人家凑齐，人家通知了3天，没有人交上去，停水了，我们回去饭都不能做。最后想了想，来这里了。我们今天这蹭饭的队伍啊，好吃吗，多多？好吃，真香。就是好吃。你辣不辣呀？不辣。虽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不了煎饼摊上做的这个煎饼了，其实我感觉要比它的还要好吃呢。赶紧吃吧。那拌了一个青菜、木耳、洋葱，然后做了个豆腐，煎饼，绿豆稀饭。看我的宝贝小侄女吃的多香。老牛罐凑水呢，一口半碗稀饭，干没了，你真厉害。其实呢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，也可以做各种面的这个煎饼。
在家里边呢，我今天做的是这个白面煎饼，有那个豆面呀，或者是其他面的也可以。你们自己也在家里边尝试着做一下吧。今天我小侄女可是吃美了，就这么大个的煎饼，人家自己还吃了一个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